这是在庐山的第6天，今天去看看庐山的大小天池。很想留在这里来一场禅修之旅。景区的观光车，在庐山待了几天了，个人感觉这里游玩的地方很多，虽然景色和我之前去的很多地方相比没有那么惊艳，但是还是印象深刻。现在到了庐山的小天池，这里有一个庐山的牌楼。小天池最著名的是诺那塔院，这个塔院位置非常好，而且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。来庐山旅游去小天池的游客并不多，但是这里真是个好地方。小天池的诺那塔院在山上，需要爬一段山路。大约10分钟就爬到了诺那塔院。诺那塔院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是我国南方少有的对外开放的一个密宗场所。眼前的就是小天池，看上去这是一个天井，据说这是文殊菩萨用一指禅戳出来的。来小天池不仅是为看这口井，这里有一个神秘的诺那塔院。眼前看到的这些都是来这里做禅修的人。这个塔院面向社会，普通人都可以申请来这里禅修。我也是很好奇来这里禅修的人是怎样生活的，和他们简单沟通，都是在网上申请的，没有那么复杂。有的人短则在这里待2、3天，长则待1个月，食宿都是免费的。我都有一种冲动，想在这里报名，因为真的是修身养性的好场所。这个是塔院著名的白塔。小天池景区的自然风光非常美，山顶有个亭子，不过到这里的时候，天气变得不好，云很厚。小天池也是庐山拍云海最好的位置之一。云雾越来越厚，有点要下雨的感觉。好大的雾，看不见了。又回到塔院，如果在这里禅修，
每天会有2个小时在这里打坐，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，因为我真蜷不起腿来。如果你对来诺那塔院禅修感兴趣，也可以关注一下。下次来庐山，不要忘了来小天池这边看一下。现在又坐车来到了大天池。很多人可能从名字上对大天池、小天池抱有一些自然风景的期望值，而且所谓大天池、小天池，其实也就是一个天井，非常小的一个小水池。现在是去往大天池的路上，中间可以爬上一个小山，山上有个天池塔。这里还有个天池寺的石刻。赵江崖。来大天池的游客也不多，如果只是在这里看大天池，大概20分钟就可以。从大天池的车站入口到这个天池寺的山门，走5分钟就到了。天池寺。这里的云雾也很大。这里有个文殊台，本来是个观景台，据说有不少人在这里看到过佛光，但今天浓雾太大了。这个遗址院落里，前面就是大天池。这个大殿的前面就是2口天井，就是大天池。这2个天井也是终年不枯的，传说也是文殊菩萨用2指禅戳出来的。大天池的介绍。很多人来大天池，更多的是去看龙首崖，因为大天池的位置也几乎是在悬崖峭壁之上。200米，从这里有个小门，就是通向龙首崖的。从大天池到龙首崖，要向下走200米左右。龙首崖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石崖，很多人在这里拍过很漂亮的照片。这就是宣传画上的庐山龙首崖。
这个龙首崖又被称作舍身崖，而这2天确实不巧，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女孩子跳崖的事情，所以这里面被封锁了。很可惜，因为天气原因，没有在大天池看到最美的景色。对着我们拍哦，对着我们拍哦。在庐山将近待了1周，真的很喜欢庐山。这次的庐山之行也基本结束了，因为看天气，接下来都是阴雨天。这是我第2次来庐山，待的时间也比较长。只是现在各地的疫情不太稳定，旅游还是有些限制，所以还没有想好接下来去哪里。也许准备先回北京休息几天，看看各地的情况，再决定下一步的旅程。也谢谢这2天给我投票的各位粉丝，